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这一集呢，接续初级班、中级班、进阶班这个地方呢，也是要讲不锈钢系列，尤其是长条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在不锈钢产业里面长条钢系列的世凯这家公司的介绍。那它也是做中下游的产品。那一定呢，我们在产业这个部分先做一个介绍。那很多投资人就问说呢，什么叫做长条钢？那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以外形来区分的话，就是说外形是长条柱状的钢铁产品，我们就称作长条钢。好，那这样子，台湾目前的不锈钢的长条钢产业的现况是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在最上游的电炉炼钢这个地方呢，有3家公司是叶联、唐龙跟华兴。那叶联跟唐龙这个地方还有华兴都有做平板的部分哈，那就是说扁钢配再下去做平板的部分。那在条钢这个地方呢，就是叶联跟华兴有做到小钢杯的部分。那接下去的小钢杯又可以做成盘圆。那这时候叶联就把他的小钢杯交给他的相关的企业叶兴这个地方去做盘圆，那华兴呢则是这个地方做盘圆。那盘圆做完以后，他们厂商就会说抽线，就是做成线材这个地方。那相关的线材厂商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2063世凯这个地方，它有做线材。而且呢，它有做它的下游的部分，就是螺丝螺帽部分啊，我们可以看到世凯也有做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做中下游的产品，所以世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对它的基本面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哈。这是世凯的产品介绍，你看到它有复合螺丝啊，还有一些各项的螺丝产品。那它的产品组成呢，就是螺丝的部分大概占53%，线材的部分是45%，这是2021年。可是除了因为2021年这时候因为原物料大涨，缺工缺料，在过去的话，螺丝占的比重会比2021还要来得高。那它的特色，它就是为台湾第一大的复合螺丝制造厂。你说什么是复合螺丝呢？我们后面会再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产品应用。它的复合螺丝适合在钢构的建筑。那它的复合尖尾螺丝呢，就是在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些，你看像庭园的防护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在复合水泥螺丝螺栓这个地方呢，指向一些那个工程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强韧螺栓这个地方用到公共工程。好，我们讲它的强项的部分哈，就世凯这个产品呢，不锈钢复合的螺丝，它的特色就这个地方哈，它是属于不锈钢的部分，它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它这是一个合金钢，所以它这个地方你一看就知道，有做合金钢这种特殊钢的，一定是中钢，是它的什么上游厂商。那它技术在什么地方？它真正的技术是说，它可以把不锈钢跟碳钢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好，所以复合螺丝是含碳钢跟不锈钢的螺丝。那它这种特色呢，它就是有强劲的贯穿力，然后而且还用不锈钢的螺丝尾。我确定了，这边是螺丝尾。那因为这个两个碳钢跟不锈钢，它是2个不同的物理性质，然后把它结合起来是一个不容易的技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家公司的技术所在。所以说这就是不锈钢的复合螺丝，那我们就把它的特点说出来了。这也就是它所存在的竞争的相对的利基。那我们看一下它复合螺最近几年主要的销售地区都是以欧洲地区为主。那为什么外销比重这个地方我写的范围这么大呢？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比较特殊的时候，它的外销比重比较少，因为那时候缺料嘛，所以就变内销比较多。可是在其他的年度来讲的话，它的外销比重其实是超过50%。那像这种外销比重比较高的公司，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汇兑的变化，因为会去影响这家公司的获利的好坏。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完了基本面一些营运概况以后，我们再来看基本面的财报分析。那一样，我们每次都会去特别强调股东权益这一项比较简单的指标。我们可以看到股东权益报酬率这个地方可以分2个做解释。第一个呢，我们把财报损益表的税后纯益直接除以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就可以算出一个股东权益报酬率。那另外呢，我们可以把股东权益报酬率切3份，就是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让投资人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股东权益的变化是来自于哪一个部分变化比较大。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世凯这家公司的年报分析，近5年来哈，你可以看到，你看它在2017年的时候 ROE 只有3.53，你有没有发现它今年来逐年做一个提升的动作？我讲到这里，我就会跟大家讲，我不看后面的技术分析，我就知道它的技术分析一定是股价逐年往上走。为什么？因为它的基本面是逐年在做一个改善的部分嘛。那我们去看它，改善最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税后纯益率，从2017年的3.51，是不是往上到2018年就跳一阶，然后2021年又往上走。那总资产周转率的部分也是有做一个提升的动作，财务杠杆的部分变化来讲也是有往上提升，所以这家公司是逐年的部分每一个指标都逐步的在做一个改善。那在同业比较，我们看一下季报的部分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过华旗。华旗在同业里面来讲的话，相对比较起来，它的税后纯益跟负债比率相对比较佳。那在世凯这个地方，那世凯我们看它税后纯益率这个地方，第三季高达20%，那它的负债比例控制在50%以下。那它2022年的获利达成率也相对比较高，已经超出了法人的预期，所以代表它这家公司的业绩也是不错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技术面分析。那技术面分析的时候，我没有骗你吧？其实，当你看到这家公司的基本面的数据之后，技术面的走势，其实你不用看都可以想象的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会一直注重基本分析，那有些人会着重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就是相对看力道速度的变化，可是基本分析它就是看获利成长的力道。那这两个如果你都会的话，你是不是如鱼得水呢？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世凯这家公司呢，在2013年6月这个地方是一个起涨原点哈，那它涨到了2013这个地方，涨到2016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如果以 N 型理论来讲，它这边是一个什么失败 N， 可是呢，它回档的时候是不是守住了1/2 ？OK， 那接下去它就是一个正常上涨，那就是从2017这个地方涨到了2019 ，OK， 然后接下去回档，那它现在相对比较强，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什么三高的行进阶，也就是说呢，大盘从2021年这个4月开始往下跌的过程中，它的股价几乎没有什么跌，就是一个区间震荡。那大盘一直跌，它就迅速的领先做一个反弹。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在走什么主升段。那你说 Judy 我看不懂，看不懂没有关系啊，我是不是告诉你，就是说过前波高的时候出现关键 K 棒，它就是要起来攻击了啊！那你说前面这个地方好像过前高没有明显的关键 K 棒，那这次起攻的时候，你看到关键 K 棒了没？看到了嘛，对不对？拉回如果有守的支撑，代表什么？它后面要呈现45度的攻击。好，所以这个地方是大的1高，这边是大的2高，所以这边是大的3高，再怎么样？行进间。好 ，OK， 那我们知道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期待它后面的走势，因为在业绩的支撑之下，它后面的走势就是走成功 N 跟正常 N 盘涨的几率比较高。它的差别只是说，它现在是往上攻击，那我们要观察就是说，当它3高攻击完回档的时候，3低的部分有没有守住1/2？如果有守住1/2的话，再往上攻击，成为成功上涨 N 的几率就会比较高。那如果回档跌破1/2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呈现一个盘涨的现象了。亲爱的投资人，我们已经连续初级班、中级班跟进阶班都跟各位介绍了不锈钢的长条钢。可能第一家公司华西你很熟悉，可是包括了我们讲到的华旗跟世凯这个地方，你可能没有这么熟悉。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所谓的冷门的好股票？也许成交量不大，你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它。可是这些公司它的业绩非常好，然后如果你长期投资的话，报酬率也相对比较稳，尤其在大盘回档的过程中，他们几乎就是只是呈现一个整理的格局。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就是说当你选到了一只好股票，长期投资，在大盘不佳的时候，你也可以稳稳的持有。如果我们同时懂了基本面，找到好股票，又懂了技术面，是不是两相结合之下，不管大盘怎么样震荡，我们心中还可以就是说稳稳的持有好的标的呢？ OK， 接近节目的尾声，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
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而且要记得下个礼拜继续收看。OK， 我们下个礼拜见喽，拜拜。